Hello， 各位大家好，欢迎来到《人等必须时间周年新武器福明9渊的测试影片。那这部影片将会为各位完整介绍关于福明9渊的全部资讯，包含系数、机制、手感以及要不要抽跟建议抽多少把。那就让我们来稍微了解一下这把武器吧。福明9渊又称为水枪，是除了龙毫比以外洛青的第2把专武，也就是所谓的2专。那释放时会先在身前产生类似飞弹大招的戳刺，然后在身周绕一圈后往前射出。第一段的戳刺跟人的位置有关，越靠近中心打越满，再来身周的绕圈可以消除不可消弹幕，而最后的大枪有一些弹道修正能力。简单介绍完武器技能后，我们开始完整介绍这把武器吧。首先是星级与突破的部分，这把武器跟龙毫比一样，在红3星提供了15%打鬼加成，然后红5星可以获得完整的武器系数。突破的部分一阶提升系数，洛青使用时除了有更强的减速效果，在技能结束时还能附带约3秒的缓速。2阶加上暴击率，一共20%的几率产生 1.3 倍的暴击伤害。3阶没有系数的提升，单纯让大家体积加大20%。那4阶提升10%的武器技能伤害，5阶提升爆率到30%，爆伤到 1.5 倍，又再次刷新了目前版本的最高系数。接下来主播为各位展示一下各阶突破实战上的效果与系数。那这边主播使用的是火蟹小白跟水蟹洛青来进行测试，两者经计算的总武器攻击力如上。因为水枪的系数会因 BOSS 的站位甚至是角色的身高产生变化，所以主播会进行3次复测并进行平均，最后经计算求得期望系数展现给各位。不过正常战斗中的伤害还是会依玩家的操作而产生不同的变化。那接下来主播讲一下系数的部分。0阶的时候水枪起始系数约在 11.5， 1阶突破后洛青与非洛青系数主要差异来自于额外的10次戳刺。那洛青拿的系数来到12.23， 2阶产生暴击，3阶提升大枪体积，这两者的系数都相同。洛青拿的时候可以到快13， 4阶大概提升系数1，而5阶让爆率跟爆伤提高。洛青拿期望系数来到 15.23， 打鬼也来到 15.58。那这边我们可以发现，当洛青持有时，水枪系数会显著的提升，而当非洛青持有时，提升的幅度不大，可见这是一把非常专属于洛青的武器。那接下来我们会进行实战测试。首先来进行爆发输出分析，也就是比较总体的输出时间。满阶水枪的整体输出时间为 4.2 秒，而与之相对的则是龙毫比的 5.2 秒。对比之下，水枪拥有比龙毫比更快的爆发速度，可以提早1秒将输出打完。那同时缓速也可以帮忙让输出更好打满。不过因为水枪的输出模式，第一段攻击会需要尽量与 BOSS 保持齐平，在面对不可消或 BOSS 位置不佳的情况时，水枪第一段打满有不小的难度。那还好依靠缓速的特性，攻击时 BOSS 的攻速也会下降，躲闪起来难度也会比较小。但也因为缓速的特性，水枪的蓄能面对可消弹幕时，不如另一个洛青专武龙毫比好用。因为缓速让弹幕的产出大量降低，龙毫比反而因为持续时间长，加上技能的消除范围大，蓄能的部分更为优秀。再来前面提到过的消除不可消弹幕，当武器打完第一段后，会在身周挥枪并消除周围的不可消弹幕。那这段消除的系数很低，所以贴脸挥到并不会产生额外的效果。更重要的功能反而是保护最后一段大枪在瞄准的时候不会因为弹幕受伤。而关于上天与背板的部分，实际上水枪面对位置较高的 BOSS 在攻击时本来就会比较难打满，不过跳起来还是能够命中低位上天的龙。而大枪更具有一段修正弹道的能力，带有一定程度的自动瞄准。再来背板的部分，第一段攻击是完全无法命中的，中间的元武很痒，最后一段大枪贴背可以命中，不过满阶的暴击系数也就 5.6 啦。至于遁地中的 BOSS 缓速是没有效果的，一样会空掉大部分的攻击，所以不要轻易尝试。再来是连开跟叠开的测试，如果是抽5+5水枪的话，同时装备在主副手并同时使用是可以的，并不会出现互相吃掉的情况。但如果是开武器之后马上使用魔刀时，再次点击武器，则会覆盖掉上一发武器的技能，也就是说不可以叠开。那机制上跟龙毫比类似。跑图释放的部分，水枪大多数的消除范围只包含正前方，那如果想要消除更快的范围，会需要玩家上下移动位置来帮助消除。而跑图释放时会有一个明显的缓速，在元武阶段时会如龙毫比蓄力一样停滞，甚至缓速更为明显，不太适合跑图开。首先就系数来说，水枪成功把龙毫比从水系 T0 的位置挤到 T0.5 去，那水刀则彻底退出版本。打龙可以修拿系数甚至都不到水枪平 A， 不过水枪相较于双生的系数提升，其实只有约 0.2， 跟主播预估的版本武器提升 0.5 有不小差距，可能是因为这只是2专，不是版本角色专武啦。
至于已经有龙毫笔的，到底要不要抽水枪，跟要抽到多少阶系数才有所提升，主播是觉得可以参考这张表格。那如果你龙毫笔只有1阶，主播觉得抽水枪是一个不错的选择。0阶的系数已经可以比拟2阶的龙毫笔，不过如果龙毫笔已经2阶以上，可能就要评估资源总量与抽取目标，毕竟这只是一把洛青的第2专武，接下来版本会不会用上还是个问题。随着紫源跟卫里的登场，洛青遭到系数压制后，能够出场空间也越来越小啦。那水枪虽然可以拯救一部分的鬼族出场率，但是给谁拿，抽到底值不值得，主播自己也没有一个答案。那最后是主播的抽取建议，水枪这把武器拥有目前版本的最高系数，对于鬼族更有极高的伤害加成。那如果想拼活动速通排行榜，面对鬼族 BOSS 需要更高额的伤害，又或者是4项探秘想在水中烟获得更快通关速度的课长玩家，主播是觉得可以抽一把5阶来搭配龙毫笔。那如果经济较为优渥的，也是可以抽5+5。那其他平民玩家到底要不要抽取呢？如果主队是洛青且没有龙毫笔，资源不够去练其他属性忍者，那水枪的基础系数很高，是可以抽一把来玩，甚至突破到1阶，对于洛青玩家来说都有着很大提升。但如果已经有高阶龙毫笔，在抽取上还是要评估抽数够不够，以龙毫笔阶数减1来进行平替。比如说有5阶龙毫笔，水枪就要抽到4阶才会有所提升。各位可以根据自身资源状况谨慎评估。以上就是关于水枪福明九渊全部的测试内容。主播后来想一下，可能还是会囤资源去补5阶双生。那不知道各位观众会不会抽水枪呢？可以在下面留言让主播知道。记得点赞、订阅、分享。我们下部影片再见，拜拜。